谢谢。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从事演艺生涯道路呢？是这样的，因为曾经我会觉得做演员的这条路径好像离我特别遥远，我只能看看而已，不敢想，说白了没有机会。其实原来小的时候就是也是一样，就看电视嘛，就是那会儿就看的很多的，比如周星驰的电影。当时是有一个频道，会整天在放所有的港台的电影。我家乡也是一天放8集。对，然后当时就看，也是一样，就很喜欢模仿啊。那会儿就是我特别喜欢模仿李小龙，就那种啊哒，就他们标志嘛。然后喜欢模仿，但是从来没有敢想过，说我真的能成为一个演员吗？这不太可能。还真的是因为我是后面因为喜欢音乐，自己喜欢写歌、弹吉他，然后认识了跟音乐相关的一些老师。然后突然间有一天，大家一块吃饭，在聊，就是在聊音乐的事情。突然就是说，他就说，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要不做演员试试？我记得特清楚，他拿起了一个手机，他拿手机这样，他不是在拍我，他只是把我的脸放在了这个镜头里。他说你脸特别小，他说很上镜，你其实可以试试做演员。那会儿是第一个有就是说真正从事这个行业的人。哎，给我提了个醒，之前都不敢想。后来我说，要不试试呗，然后也一直碰壁。我是觉得这不太可能，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嘛，然后就会其实会有很多的困难在，直到我迎来了一次机会，所以我一直相信人是需要准备的，有机会你才能抓住。但这个是一次很偶然的准备，因为我原来是算是篮球运动员。我就拍摄了一个跟篮球相关的广告，正好人家需要一个小孩会打篮球，然后又有点表演天赋，然后接了这个广告。哎，我第一次算是触电，有真正的这个就是现场的各种机器来拍我。后来也是封神的训练营的这个选角的团队，他在网上看见了我这个广告，真的是因为这个广告。然后他们就一直在找我，然后还找不到我，最后还是因为篮球，因为我在北京有一个球队，然后我这个球队呢有很多中戏的一些哥哥，然后他们是有联系方式的，因为他们在网上给我发私信啊什么我也看不见，我都看不见，然后他就联系到了我们球队，他说于适是不是在你们球队？然后他说是，他说我们找了他好几个月找不到这个小孩，说你赶紧告诉他，说现在有个电影叫《封神三部曲》，那会儿还叫《封神三部曲》，说在这个找演员，我们希望他能来面试。然后我说哦，还有此等好事，都不太相信是真的，对，就是说还能主动来找我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还找了好几个月是吧？对，我说这个太离谱了，会不会是骗人的？因为会有很多那种什么，就给你骗过去，然后让你交学费，交1万块钱来，我以为是这种。然后后来，因为我的这些中戏的哥哥，他们很专业啊，他们是在这个行业很多年，他说这是真的，而且这个戏据说投资很大，我真的不敢相信。他说你去试一下吧，有这样的机会。我说行，我试。然后经过了3次面试，采访你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？说最真实的。有点紧。不是有点儿，你都开紧张我的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就是这种性格，我喜欢这种。喜欢紧张，感觉。就是性格当中喜欢紧张，是吧？不紧张，真的。是吧？我最开始面试，其实心里有点抵触，有点芥蒂，因为前面我会觉得，哎呀，就是试了那么多戏，其实一直在碰壁，会不会这一次就不了了之了？就那个信心其实不是很足。对，因为之前没有给我机会实习，之前就是自我介绍，就是进去之后就是发一个视频自我介绍，大家好，我是谁？有见过，见过之后他们也是在坐着，然后我一介绍我干嘛的，连给我表演的机会都没有。就没有表演机会，他说不错，回去等我们的消息。我说好的，谢谢老师。回去了，那当然就没了。经过几次之后，我就大概知道这套路了。回去等消息就是再见，直接再见了。所以那一次是我第一次，他是面试是直接给了我一个独白，特别长，那个独白我都记得。燕丁山西边有一只梅花鹿。我今天在燕丁山西边看见一只梅花鹿，我就躲在几棵树背后，我就偷偷的看着它。他就在用那个蹄子在那咔哧咔哧挠血，我就心想他到底要干嘛？他应该是想吃点青苔，我觉得。他就是
讲一个小朋友贪玩出去回来之后骗妈妈，讲为什么我回家晚，它其实是一遍这样的一个特别长的独白。我在现场拿到，然后我就开始背。我当时想，哎，终于有表演机会了。但是当天第一次面试是没有任何的老师在的，只有一个摄影机，一个侧拍老师算是。他说你准备好了就告诉我，按开机你就演吧。给我关在一个小屋子里，然后我就在塔县天山西边有这梅花鹿，我跟你讲那标有大怎么着一大堆，然后我就讲完了。哎，我当时第一次就是说很完整的表演了一个片段。其实我当天演完，我觉得我可以，因为我能感受到，就是比如说拍摄的那个老师，就有点微笑在的，就我能感觉到他的认可。对，但是我当时普通话很差，我当时应该是用东北的口音，有点东北味儿的。我跟你讲。雁鸣山西边有一只梅花鹿，我跟你讲，就那种感觉。哎，我讲完说，我说，哎，我一定可以。我觉得我那会儿，我相信我可以。而且我走的时候，他们，就说谢谢，然后你可以回去了。他们说你等我通知，说还有面试。但是那一次我的感觉就是，你让我表演了，我演完了，我觉得一定能接到通知。果然，第二次来了。第二次又去演，第二次就是一堆人，什么各种布朗运动啊，什么在里面做各种体能的类似体能的东西。演完之后，我也是觉得我应该没问题。第三次又来了，基督山伯爵，我都没有学过表演，我就硬演。听不见，我叫你们要走，我不想再讲，我出去，走出来。结束之后，说你等一下通知，说你看看你现在在上学吗？就是因为我当时在上大学，你要是在上学的话，怎么我们如果还在说如果你进入训练营，会有很长的时间，你要怎么跟学校沟通？我说没问题。那时候你应该觉得你自己已经被入选了吧？他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问了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当然觉得是，但是没有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其实我每一次表演完，我自己心里是有一个衡量标准的，我觉得。我有可能，对，其实当时我觉得稳了，因为3次面试，其实我3次我觉得我至少尽力了。作为一个没学过表演的孩子，我把我身上东西都展现出来了，我说应该没问题，而且就算是没找我，我也能接受，因为我确实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遗憾了。果然，哎，很快就来这个消息没了。有，这个是当时等了1个多月，1、2个月，那也挺煎熬的吧？没有，当时平常心，当时还是处于一个我有机会，我就要把握住。你能让我面试，我就很开心了。所以当时的等待，我就说我该怎么样，我该过我自己的生活，过自己的生活，我就等待就好了。静等花开，哎，花开了，然后就说那个，哎，你来，说哪一天，然后2018年1月2号，新的一年，新的开始，我们就开车去了怀柔，就开始训练了。我的父亲姬昌是西伯侯，哥哥叫做伯邑考。12岁那年，我作别父兄，坐着带有玄鸟图腾的帐车，离开了那片麦田。每一天5点钟起床训练，不光是练你的体能，其实这是考验我们的意志的。从刚开始的漫步、打浪，然后到跑步，做一些队形。所以就这个感觉，人生的这种经历，包括这种算是阅历，蛮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你给我机会，我就珍惜。其实那会儿就是这么简单的，所以人的初心是非常宝贵的。你的心态很平常，就是我努力了，得到了我开心，不得到没关系，我继续努力。所以我希望能够永远能记住我最开始，我碰壁，还依然觉得对梦想充满着无限期待，哪怕碰壁了没关系，我依然觉得我自己很棒。我觉得首先自己不能否认自己。